每个月固定税率甚至比我在美国村里吃一顿Chick-fil-A餐还便宜，特别是企业只要把你集团公司的利润搬到亚美尼亚来，可以说是完胜地球上任何一处土壤。嗨，大家好，我是独立离岸顾问Sean，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首先感谢大家对于我们上周足不出户拿亚美尼亚永居护照视频疯狂和热情的支持。大家的点赞、订阅、留言，甚至转发加小铃铛，都是我们持续内容输出的根本动力。大家已经知道了，拿亚美尼亚永久居留许可的第一步是当地注册公司。然而，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在亚美尼亚注册公司，除了搞身份，还可以搞钱、搞对象，各种搞。在这个高加索火药桶里注册运营公司，往往还能产生化学反应，甚至核裂变，爆炸力巨大呢。Oh my god！ 哇！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将为大家揭晓在该国注册公司分别有哪些优劣势，以及该国注册公司类型怎么选，该国公司还有哪些妙用呢？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在详细分析亚美尼亚注册公司的优劣势之前，我们还应该系统的了解一下该国的商业环境。注意，这可不是美女环境、旅游环境等等。亚美尼亚是一个从国家层面对7岁儿童就要求学习计算机技术、编码和编程的地方。国际象棋是小学的必修课，而且世界上很多的创新发明都来自于亚美尼亚，包括第一台自动取款机 ATM、咖啡自动售卖机、手持式吹风机等等。尽管在我们华语圈里，亚美尼亚相对知名度较低，但是该国确实是一个拥抱创新文化的国家。因此，根据我们团队的综合整理，亚美尼亚的优劣势如下：优势1，营商环境极优。根据世界银行集团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亚美尼亚在营商便利度方面位居全球第10。这可比我们频道的老朋友爱沙尼亚、阿联酋、加拿大等国的营商环境排名还要高。2022年环球经济自由度在全球165个主权国家中，把亚美尼亚排名11。要知道，亚美尼亚是亚欧大陆上唯一一个同时加入了以俄罗斯为主导的 EU 和欧盟全面加强伙伴关系协定 CEPA 的国家，还与美国、挪威、瑞士、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确立了双边最惠贸易协定，可以零关税进入超过15亿人口的市场。这些都为亚美尼亚设立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有利地位，并且亚美尼亚允许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实体100%控股当地公司，也没有外汇管制。当地金融体系在东欧西亚地区也相对发达。该国一共拥有17家商业银行，这里我把该国央行官网银行列表也放到了视频下方，以供大家参考。亚美尼亚就像是联合国在地表上给画出的一个经济特区，不愧是诺亚方舟降落的地方。2、税务优惠。亚美尼亚被认为是东欧和西亚地区赋税最低且极简的国家之一。该国通常只有以下这3种征税类型：1、年营业额超过1.15亿德拉姆，即23万美元起，适用一般税制，20%的增值税 VAT 和18%的企业所得税 CIT。2、年营业额在2500万至1.15亿德拉姆，即5万到23万美元之间，适用简化税制，即征收1.5%到5%的增值税，具体取决于业务类型。3、年营业额不超过2500万德拉姆，即5万美元时，适用每月5000德拉姆，即13美元每月固定的特殊税率。啊，13美元都不够我在美国村里吃一顿Chick-fil-A呢。笑。这第3档年营业额不超过5万美金，不就相当于免税、彻底免税了吗？我勒个去！亚美尼亚的税务申请简单明了，完全数字化。对于大多数的税务申报流程，它要求在纳税年度最多提交3份财务报表。这里，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个企业营业类型，那就是 IT。根据亚美尼亚关于国家支持 IT 行业的立法，亚美尼亚公司或个人企业家可以在注册后90天内向专门的认证委员会申请，获得可在未来5年内享受税收优惠的证书。一旦这张证书到手，嘿嘿，看家伙，0企业所得税，0增值税，雇员工资收入、个人所得税也仅只征收10%。注意，非 IT 企业领工资的个人所得税是21%。
视频创作不易，如果您觉得以上信息对您有帮助，还希望您可以花最多0.4秒的时间给本视频点个赞，这将是我们持续推出更多优质内容的根本动力。优势3。行政极简，费用花销极低，和我们之前视频介绍过的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注册公司类似，亚美尼亚政府将所有公司注册、年审、报税等工作都综合到了该国的 e-registry。亚美尼亚注册公司100%线上完成，全程只需5分钟，没有最低认缴资本要求。在亚美尼亚注册有限责任公司 LLC 是完全免政府关费的，注册个人独资企业的关费也不到10美元。优势4。极具竞争力的人力资源。上一集亚美尼亚永居介绍视频，我们强调了该国美女成灾，其实也从侧面印证了该国人力资源的世界一流。基于亚美尼亚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亚美尼亚拥有一支受过高等教育、技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成人识字率高达99.7%。该国基础教育和大学院校也为全社会提供劳动力做出了贡献。通常，亚美尼亚的高中毕业生都能够非常熟练地掌握英语、俄语和母语亚美尼亚语。全国最低月薪仅为195美元，而全国平均薪酬为690美元每月。这个劳动力成本对于屏幕前的企业家们是不是很有吸引力呢？优势5：自由经济区 （FEZ） 政策。目前，亚美尼亚有4个自由经济区 （FEZ）， 在该经济区内的居民免征利润税、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只需要缴纳所得税。亚美尼亚创建自由经济区主要是为了发展工业，但其中之一的 Meridian FEZ 专注于珠宝 ，Ecos FEZ 专注于 IT、区块链和加密数字货币等新兴科技领域。优势6：全球门槛最亲民的移民旅居政策。没有看过上一集亚美尼亚永居视频的，可以再了解一下。注册亚美尼亚公司后，就可以给企业主和核心骨干办理临时或者永久居留许可，居留持有3年就可以申请亚美尼亚公民和护照了。当然，你看完这么多亚美尼亚公司的优势，难道该国公司就没有缺点了？当然不是。这里我们全球人 Global 的团队有整理以下几点不足： 1. 政府腐败风险。受前苏联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影响，亚美尼亚也有官僚体系腐败的作风，跨国企业面临一定的腐败风险。寡头、政客和商界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能导致裙带关系和影响力。尽管法律规定司法独立，但司法部门也被认为面临较高的腐败风险。2. 本国市场较小。亚美尼亚市场规模较小，且与邻国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边境封闭，限制了其经济增长和贸易的机会。3. 潜在战争风险。亚美尼亚之前与阿塞拜疆爆发过战争，因此在亚美尼亚经营实体公司存在一定的地区冲突风险。但是如果你从事的是互联网或者 IT 等非实体业务，业务对象有分布于东欧、西亚、中亚乃至全世界，亚美尼亚仍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亚美尼亚有哪些公司注册类型？亚美尼亚民法典定义了以下10种商业注册类型：个人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开放式股份公司、封闭式股份公司、合伙企业、合作社、分公司、子公司、非营利组织、私募股权基金。这其中主要可供我们普通人选择的是个人独资公司 PE 和有限责任公司 LLC 这2种形式。1. 个人独资公司 Private Entrepreneurship 或者 PE， 这是一种非法人实体的注册形式。独资公司 PE 对任何债务都要向债权人承担个人责任，政府注册费为3000德拉姆，约合7美元。2. 有限责任公司 LLC， 这是亚美尼亚最常见的公司类型。由于其注册流程简单且个人责任有限，非常适合中小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创始人单独纳税，创始人根据其投资份额分享利润。LLC 免政府注册费。LLC 也是我目前在亚美尼亚选择的注册形式。这里我就以我最熟悉的 LLC 为例，给大家讲解非亚美尼亚的外国人在该国注册公司的流程。1. 准备材料，这其中需要将你的护照翻译为亚美尼亚语并公证。2. 提供授权书 POA， 授权当地律师替你完成注册工作。3. 提供亚美尼亚境内合规的法定注册地址。4. 填写所有公司注册信息、法律文件、签字、
注册流程就是这么丝滑简单。亚美尼亚注册公司对我们还有什么妙用呢？一、身份规划，这点我就不多说了。注册公司是拿长居、永居和公民护照的桥梁，我们确实需要亚美尼亚公司这个媒介，从而实现我们长期的身份规划。二、地理套利。正是由于亚美尼亚位于亚欧大陆的交界处，且同时与美国、俄罗斯、欧盟、中国、伊朗等同时保持极佳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当地人特别是大学生群体普遍掌握亚美尼亚语、俄语和英语3种外语，外加当地公司的运营成本相当有竞争力。以亚美尼亚公司作为中转站，同时深耕以俄罗斯为代表的独联体、欧盟、中国、北美等等市场，将是绝佳的经营策略。三、全球税务规划。虽然亚美尼亚不像 BVI、开曼甚至伯利兹那样全面的免税政策，但是如前面提到的，每个月固定税率甚至比我在美国村里吃一顿 Chick-fil-A 快餐还便宜。特别是 IT 企业，只要把你集团公司的利润搬到亚美尼亚来，可以说是完胜地球上任何一处土壤。亚美尼亚就是 IT 界税务优惠的地表最强音。OK， 以上是我对外国人注册亚美尼亚公司的初步测评。除了拿永居护照，是否还能成为您个人、家庭和伟大事业的小火箭加速器呢？欢迎大家在留言评论区分享宝贵见解。另外，我在会员社群里也有我上传亚美尼亚的进一步分享哦，欢迎大家的加入和关注。顺手牵羊，一个关于去中心化资产配置和无国界生活方式的频道，我是Sean，我们下期见，拜拜。